本楼禁止发出超过55分贝的噪音，违者即处死。我一脸疑惑地看着消息，心里泛起了嘀咕：谁这么无聊，搞这种恶作剧？可当我看清发照片的人，整个人突然愣住了。怎么是楼长老梁？老梁50多岁，一副老干部的形象，从来不爱开玩笑。难道他的手机被盗了？还没等我发消息询问，一条群公告又弹了出来：为保证各位业主的人身安全，请务必遵守规则。此时业主群里炸开了锅，不是吧？这是搞事情呀？谁这么无聊？这种无脑的消息你们也信？一看就是假的。有的人就喜欢兴风作浪，无中生有，就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。我自己出钱买的房，别人管不着，又搞了新花招来整我们，也太小儿科了吧？嫌吵就搬出去住，整天想这些花花肠子，就是闲的。看着402两口子的霸道发言，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402夫妻俩经常吵架，每次闹出的动静都很大，像拆家一般，特别扰民。起初有邻居去楼长那里反映过情况，老梁委婉地提醒过二人，可对方不仅不领情，还说他是嫌吃萝卜淡操心，所以他可能认为这条消息是我们合伙骗他。我可没骗人，老梁应该是被盗号了，像他那种一本正经的人不可能开这种玩笑。切，那可说不准，万一他转性了呢？大爷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501发的是语音，声音很大，周遭还有刺耳的音乐。我心头一惊，这肯定超过55分贝了。我住在501楼下，出于好心，我私信提醒他小点声。501秒回了一个无语的表情，以示不屑。可下一秒，501撕心裂肺的歌声响起，我心头一颤，莫名的紧张。1分钟、2分钟、3分钟过去了。楼上的歌声一直在持续，看来真是恶作剧。与此同时，402的争吵和摔大声也钻进我的耳朵，这才是常态吗？我暗暗想着，此时的嘈杂声不如以往刺耳，反而让我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我悬着的心刚想放下来，可就在下一秒，一声尖叫传来，嘈杂的声音戛然而止。我吓得打了一个寒战，整栋楼瞬间变得一片寂静，仿佛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有人听到声音了吗？我手抖地在群里发了消息询问，然而却没有任何人回复我。我胆子向来比较大，但此刻我也根本不敢发出任何声响。可又过了一会儿，外面依旧没有任何响动，群里也寂静无声。犹豫半晌，我作死般的悄悄打开房门看去，楼道里也是一片寂静，时明时暗的灯泡让原本非常熟悉的楼道变得非常诡异，真的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我吓得立马缩回了头，但也不忘了轻轻将门关上。手机提示音再次响起，是楼长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。嫣红的血浸染了破碎的窗户，402和501违反规则，已处理完毕。我的身体像结了冰，脑袋一片空白。又一条消息将我无情地拉回现实。刺激吗？下一个就轮到你。我悚然一惊，浑身汗毛炸起。我明明没有发出声响，那他为什么来找我？下一秒，门外响起敲门声，我的心一沉，毛骨悚然地看向猫眼，正是楼长一脸鬼笑地提着一把刀。冷汗湿透了我的衣裳，我死死捂住嘴巴，顺手捏住了身侧的凳子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敲门声终于停了下来。我仔细听了好一会，门外确实一点声音都没有。难道他走了？又等待了片刻，就在我以为自己安全了的时候，手机又收到了消息，屏幕上出现了2个字：回头。我后背已经瞬间湿透。这是4楼，人要进来只能走门，他肯定在吓唬我。我眼角的余光瞥见窗户，上面似乎有什么东西。我机械地转过头，一张惨白的脸正悄无声息地贴在玻璃上看着我。我两眼一黑，晕了过去。小冉，小冉！再次睁开眼睛，老公一脸担忧地看着我。回想起刚才一直重复的噩梦，现实的老梁家就是住在502，家里还有一位老母亲，她是个很好说话的人，对业主几乎有求必应。然而他的善良却成了伤害自己的利器。老梁的妈妈有很严重的心脏病，怕响动更怕刺激。老梁多次交涉未果，直到3个月后，老梁的妈妈病情加重，老梁再次和他们交涉，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。402和501一如既往的嘈杂，甚至是为了报复，比以往更大声。妈妈离世后，老梁一直走不出来，觉得402和501是间接的杀人凶手，于是对他们痛下杀手。而我意外地目睹了作案过程，老梁因为犯罪被抓了，可这场噩梦般的场景一直在我的梦中挥散不去。我想不清楚为什么那些曾经因为发出噪音会在群里道歉的邻居，现在却变得如此的蛮横自我。当初如果大家多互相谅解，是不是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不幸了？我在浴室里发现了一团不属于我的长发，开始我认为只是上一任租客留下的，随手清理后便没放在心上。然而今天新的头发又出现了，不安的情绪瞬间涌上心头。我没有室友，
房间的门卡也只有我一人持有，难道有人在我不知情下进了我的房间？因为是公寓出租的旺季，公寓管理员李姐带我来看房子的时候，只剩下这间404房间，屋内的布局和宣传单上介绍的几乎没差，当即我就决定入住了下来。可没想到，我已经连续2天发现这个不属于我的头发了。我率先检查了门窗，并没有被破坏的痕迹，可是头发肯定不会凭空出现，这一切真的太诡异了。我去找了公寓前台小美，她总是笑容满面，又和我年龄相仿，我们一直聊得很投机。但今天在她的话语中，我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：公寓的管理员李姐有一张万能房卡，也就是说，除了我，她也可以打开我的房门。难道真的是李姐吗？正在我思索的时候，刚好碰到李姐神情慌张地从隔壁的房间走了出来，她尴尬地冲我点了点头。就在经过我的时候，她头发的香味瞬间引起了我的警觉，和我浴室里的那团头发味道惊人的相似，这让我更加对她产生了怀疑。但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了房间，印象中我隔壁住的是一个年轻长发文艺男，生活中他们之间应该不会有任何交集才对，为什么李姐会从他房间出来？我心里纠结万分，想直接去质问下李姐，可又拿不出任何证据。好在隔天晚上浴室里并没有新的头发出现，我心事重重地整理着衣服，却意外地发现最喜欢的红色卫衣不见了。我翻遍了整个屋子，但都没有找到。我有点疑惑，不确定是不是搬家的时候没把它带过来，还是说有人拿走了我的卫衣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，但又觉得是因为头发的事情害得我想多了。我觉得有些压抑，想着出去透透气，顺便将垃圾扔掉。然而就在我刚靠近垃圾桶时，我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。我定睛一看，竟然是住在我隔壁的文艺男。更诡异的是，他身上穿着的竟然是我丢失的那件红色卫衣。我震惊地捂住了嘴巴，难道是他进了我的房间？但我又想到昨晚李姐神色慌张地从他房间跑出来，还是说是他和李姐之间有什么秘密？我蹑手蹑脚地往后退去，生怕惊动了他会惹来更大的祸端。路过前台时，小美看出我神情恍惚，关切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。我忍不住把心中的疑虑说了出来。小美表示之前从没听过公寓里丢失过任何东西，但又出于担心，便表示晚上可以过来陪我。当晚我格外好眠，而我的房间内也没有再多出头发或者出现什么异常。直到第2天下班后，我忘记带房卡，突然想到小美之前跟我提过李姐那边有万能房卡，想了想，我便给李姐打去了电话。电话很快接通，李姐表示她现在不在，让我去找小美，她知道万能房卡在哪里。我瞬间愣怔在了原地，那为什么小美会说只有李姐有房卡？当晚我做了个噩梦，梦里我回到了小时候，有个女孩一直在喊我的名字。一种愧疚感迫使我猛地睁开了眼睛，小美不知何时来到了我的身边，她手里拿着我丢失的衬衫，闷闷地开口道：“你还记得我吗？”我是公寓管理员李姐，万能房卡一直都放在固定的位置，我和小美都可以用它帮忘记带房卡的租客开门。403的阿龙一直在疯狂追求我，可我已经有了家庭。那天去找阿龙也是想跟他摊牌，没想到在门口碰到了小西，希望他什么都没有听到吧。我是阿龙，最喜欢的颜色是红色，我很喜欢李姐这样有魅力的女人。那天去翻垃圾桶，是因为我的相机的储存卡不见了，我找遍了所有的角落都没找到。我穿的衣服确实是我自己的，其他我什么都不清楚。我是小美，曾经我有个好朋友，当所有人都孤立我的时候，他也选择远离了我。当他再次出现在我眼前时，我发现他竟然完全不记得我了。下水道口的头发其实是李姐的，不过是我故意放的。小西丢的那件衣服也是我拿走的，就是要让他自投罗网，100%相信我，然后我再将他推向深渊。可没想到他最后还是发现了。请注意听。接连几天，墙那边都会发出这种奇怪的声音，就好像是用手指不停扣着墙。但我却敢怒不敢言，因为我的邻居真的很可怕。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刚搬进来的时候，男人面对着门一动不动，看起来有些怪异。本着邻里和睦相处的原则，我主动上前跟他打招呼，但在他转过头的瞬间，我还是被吓了一跳。一块巴掌大的印记在脸上，头发凌乱，几乎掩盖了他深陷的眼眶，使他看起来很阴森。我努力挤出一个不自然的笑容，他直直地看着我，突然把脸凑到我的跟前。这诡异的行为把我吓得一哆嗦，
见识了男人的古怪后，我祈祷着和他不要有任何交集。然而当天晚上，隔壁就传来了敲墙声。起初我以为是男人在挪东西，并没有在意。可是今天半夜，这扰人的敲墙声再次响起，似乎比昨晚更用力。噪音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刺耳，我的心烦躁不止。尽管觉得隔壁男人不好惹，可我还是泄愤似的用脚踹了几下墙壁，企图给对方一个警告。可对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扰民，相反的，敲墙声越演愈烈。怒火中烧的我更用力地踹了几下墙。隔壁突然停了下来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可接下来，隔壁就像疯了一般，震得我耳膜和心脏极其不舒服。我忍无可忍，冲出房间直奔隔壁。门被打开的瞬间，一股冰冷的气息扑面而来。男人阴森的脸赫然出现在眼前，房间居然弥漫着一种红色的灯光。这一幕让我的脑袋瞬间短路。几秒后，我结结巴巴地表明了来意，希望他不要再制造噪音。但男人一言不发，只是死死盯着我，让我感到心底发毛。我逃跑似的回到了家，但是不久后，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，可我却没有勇气去质问他。第二天清晨，因为没睡好，我浑身不自在地起了床。吃早饭时，一条新闻吸引了我的眼球。麻吉是一个女孩下班路上离奇失踪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我还特意看了眼事发地，居然离我住的区域并不远。晚上下班回家时，我在楼梯口又遇见了隔壁的男人。男人手里正拿着一把铁锹，阴森森地站在那里。一瞬间，我感觉毛骨悚然。我紧张地和他打了声招呼。男人并没有回应我，依旧死死地盯着我。我硬着头皮从他身边经过，然后逃命似的甩开步子，锁好门的刹那，瘫软地坐在地上。一想到那个男人盯着我的眼神，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。抓起手机给闺蜜打去电话，希望能在她家借宿一晚。这个房子我是真不敢住了。在朋友家里，我终于睡了一个安稳觉。一早醒来，手机上弹出一条新闻：失踪女孩在山上被人发现，已经失去生命体征。变态！我暗骂了一句。突然，一阵敲击声再次响起，我的心一下子提了上来。循着声源找了过去，是闺蜜在敲击桌子。我问闺蜜：“你在干嘛？”闺蜜说她刚好在研究摩斯密码。一瞬间，我好像想到了什么。我用手在桌子上敲起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。你知道这个声音代表什么意思吗？3长2短3长，这个是 SOS， 求救的意思。什么？自从那个没边界感的女人闯进了我的家，我每一天都像生活在噩梦中。我和老公的2年婚姻原本平静和谐，直到那天老公的妹妹突然搬到了我家里来。本以为并没有什么，但她的举动越来越奇怪，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边界感。她从来都不出家门，也不自己做饭，甚至吃饭都要我老公喂。每次我老公回家的时候，她竟然要我老公抱她，在我面前做着亲昵的动作，完全不在意我是不是在一旁看着。老公出门的时候，她还会拉着老公不让他走。我老公走过后，她竟然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。每个细节都在无声地诉说我才是那个局外人。我终于忍不住地和老公说起了这些，可老公的反应更像是和稀泥，说他还小。最让我忍无可忍的是今晚，他不但要和我们一起睡觉，甚至总是要挤在了我们中间。我实在是忍受不了，直接搬到了客厅。我的世界在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中分崩离析。
一种无人诉说的遗弃和恐惧席卷全身。我要拔掉生活里的这根刺，谁也阻止不了我。医院的走廊上，我如同丢失了灵魂的躯壳，真相如同一道刺眼的光。老公的妹妹或许从未存在，而那个小小的生命是我心灵最深处爱与恐惧的结合，更是对所有人的警示。关注产后心理健康，因为忽视它的代价可能是无法想象的。请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第六感，它真的会在关键的时刻救你一命。那天刚聚会完，已经12点多，我搀着喝多的闺蜜正准备送她回家，走到楼下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她竟然忘了带门禁卡。正在我不知所措时，门却突然打开了，一个男人从门缝里探了出来，手上正接着电话。出于礼貌，我说了声谢谢，便搀着闺蜜继续往前走。进了电梯后，我突然发现那个男人正好站在我们身旁，他的眼光一直在上下打量着我们。闺蜜没有丝毫的防范意识，她直接伸手就想去按楼层按钮。出于女人的第六感，我立即制止了她，拉住她的手，假装聊着天，余光却一直瞥着旁边的男人。男人见我们迟迟没有反应，他便按下了顶楼24楼的按钮，这就意味着他一定会先知道我们停在哪个楼层。此时我已经预先脑补了一些可怕的剧情。闺蜜按下了23楼，随着电梯缓缓上行，气氛也越来越压抑。到了23楼后，我的心也逐渐提到了嗓子眼。我拉着闺蜜慢慢走出电梯，可总感觉身后有一道若有若无的视线正死死盯着我们，直到电梯门关上才稍稍好些。但我并不敢放松警惕，由于是后半夜了，周围特别安静，所以楼间的任何响动我都可以清晰地听见。可是从楼上电梯打开之后，声音便戛然而止，并没有听到任何掏出钥匙开锁的声音。我突然慌了，这是不是意味着刚刚那个男人很有可能会下来找我们？我催促着闺蜜赶紧找钥匙开门，她还迷迷糊糊的低头，一直在包里翻找着钥匙，还一头雾水的小声嘟囔着：别着急呀，东西太多了，你再找呢。此时我根本来不及跟她解释，只能尽可能催促着她赶紧开门。我用耳朵贴着靠着安全通道那一侧的墙，没想到真的印证了我的猜测。楼道间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，而且越来越近，听得我头皮发麻。她真的下来找我们了。好在闺蜜终于把钥匙掏了出来，我赶忙抢夺了钥匙，正准备开门，但人在慌乱之下，手一直在颤抖着。就在我深呼吸，好不容易把钥匙插进锁孔时，我转头看到了让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一幕。映着安全通道的绿光，那个男人正探出了半个脑袋，死死地盯着我们。我甚至能看见男人嘴角那抹意味深长的笑。这一幕让我几乎忘记了呼吸。我赶紧转动钥匙，推着闺蜜进了屋并关上了门。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眼睛顿时湿润了。闭上眼睛，刚刚的画面依旧历历在目。闺蜜看我的状态不太对，这才凑近了我。你怎么了，依依？我看着她满脸不解的样子，顿时感觉十分无奈，便把刚刚的事情与她讲了一遍。可闺蜜似乎并不相信我说的，我咬了咬牙，便凑近猫眼往外看去，一只硕大的眼睛正贴在猫眼上。我吓得倒退了2步，捂住嘴示意着闺蜜上前，她这才脸色煞白，毫无醉意。我颤抖着手报了警，直到警方赶到把她揪住，我才彻底松了口气。后来才知道，她其实是这栋楼10楼的业主。那天看到我们2个姑娘，其中一个还喝多了，便见色起意。如果我没送闺蜜回家的话，闺蜜会遭遇什么便不得而知了。所以朋友们，自己一个人住真的不要太晚归家，如果偶尔晚归，也尽量保持清醒警惕的状态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居然看到闺蜜在大口大口地吃牙膏。最近我家出现了怪事，放在洗手台上的牙膏不出3天就被用光了。问了合租的闺蜜，她也总是吞吞吐吐。直到一天夜里，我因为肚子不舒服起床去卫生间，发现卫生间的灯是开着的，想着也许小雨也在上厕所。原本我是想敲敲门，却发现门是虚掩着的。透过门缝，我看到了惊人的一幕，小雨居然披头散发地站在洗漱台前，手里拿着一管已经挤扁了的牙膏，而她正在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牙膏，一脸享受。我惊恐地捂住嘴，心想自己和小雨认识了这么多年，从来都不知道她有这样的癖好，一时之间心绪有些混乱，于是决定先回了房间。住在一起半个月，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如此怪异的行为。我心里除了害怕还有担忧，直到听到了小雨回房的声音，我这才起身去了厕所。洗手台上一片狼藉，刚买回来的一大袋牙膏已经有不少都变成空的了。我战战兢兢地收拾好残局，失眠了一整夜。昨晚你睡得好吗？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试探着问小雨：挺好呀，不过我看你像是没睡好呢。小雨冲我微笑着说，看着她现在的模样，我实在无法和昨晚见到的人联系在一起。昨晚的事你不记得了？我依然无法打消心中的疑虑。昨晚什么事？看她的模样也不像是故意在骗我，我也就不再坚持。不过为了查明真相，我提出让小雨和我睡一个房间，她欣然同意。到了该睡觉的时候，我正在洗澡，听到小雨说她先睡了。可当我回到房间时，
发现他并不在床上，心里正纳闷呢，突然听到梳妆台的方向传来了小雨哀怨的声音：“你是我好看吗？”听到这声音，我心里一惊，朝梳妆台望去，只见平时活泼可爱的小雨，如今却是披头散发，一脸幽怨，而且她还涂了口红，只是口红的颜色太深了，看上去就好像是咬破了嘴唇一般。小雨，你干什么啊？好看吗？他又问了我一遍，我只觉得瘆得慌，还没等我开口，小雨便自顾自地站起身，一步步走出房间，去了卫生间。他好像完全无视了我的存在，然后他又翻出了牙膏，开始大口大口地吃着，那贪婪而满足的样子，就好像是在吃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。我害怕极了，赶忙进到房间，反锁了门，第一时间想到给自己的男友小豪打了电话。你快来，我害怕，我闺蜜她不对劲。我颤抖着压低声音：“好，你别怕，我马上来。”挂断电话后，死死盯着房门，不敢发出任何动静，生怕下一刻小雨会突然敲我的房门。好在没一会儿，就传来小雨房间关门的声音。直到小豪到的时候，他也一直没有从房间内出来过。我快速地跟男友说了情况，他也是一脸震惊，但为了我的安全着想，他还是硬着头皮敲了小雨的房门。可奇怪的是，门敲了很久，里面都没有任何动静。于是小豪慢慢扭动了门把手，缓慢地推开了一条缝隙。只见小雨睡得很死，嘴角甚至还挂着牙膏的泡沫，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很是诡异。关上门，你说他会不会是梦游呀？我俩从小就认识，没听过他有这个毛病啊。晚上我睡得很不踏实，但好在男友在我身边也会有一些安全感。早上醒来后，我看到小雨从卫生间出来，看我的时候表情有些不自然。那个小莫，昨晚我在你房间睡得不太舒服，所以没事的。我连忙摆手笑着回避他的目光。经过这2天的惊吓，小豪打算带我去散散心，于是我问了小雨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逛个街。而他刚准备回复我的时候，手上手机突然响了。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眼中突然闪过了一抹惊恐的神情。怎么了，小雨？我不太舒服，还是不去了。突然，我注意到了他的手机铃声，想到前2天小豪刚出差回来时，我们曾经一起吃饭，那时候就听到过这个声音。小雨一反常态，浑身发抖的样子，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。可我还没来得及问，他便直接转身回了房间。果然，对于我来说，逛商场确实是一种解压的方式。很快我就把小雨的事抛在了脑后。小豪也很贴心，拎着各种大包小包，苦哈哈的陪笑。唯一让我不舒服的是，在等我换衣服的时候，他总会拿着手机回复着信息，甚至有时候还看到了他嘴角的笑意。面对我的质问，他也是含糊其辞。小莫，你别多心嘛，都是工作消息呢。我见他态度诚恳，便没有深究。吃了晚饭过后，我们就打算回去。就在我找好了空位，安静等待列车进站时，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。我听出那是小雨手机上那种奇怪的铃声。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，我看到了他的脸。小雨正站在人群中，一件一件地脱掉自己的衣服，直到脱的只剩下内衣。我居然看到闺蜜在大庭广众下脱衣服。小雨到底怎么了？隔着人群，我依稀看到了她眼底的绝望。我冲了进去，紧紧地抱住了她，将外套披在小雨身上。她一直在哭，却始终没有开口。不要看，赶紧散了！小豪愤怒地朝着围观的人吼道。我怀里的小雨突然抖了一下，把头紧紧埋在我的肩膀上。我不停地拍着她的背，安抚她。回到家里，小雨的身体依旧不停颤抖，双眼微微闭着，眼角挂着泪。小雨，喝点东西吧。小豪轻声的提醒，手里还端着2杯热牛奶。只见小雨缓缓地睁开了眼睛，突然脸色变得更加难看，猛地推开我，尖叫着打翻他的手上的牛奶。我赶紧拉住小雨。小雨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小豪也不知所措地站在一旁。对，有事情说出来，我或许也能帮上忙啊。小雨依旧目光呆滞。我很好，你不要问。小雨，我是你最好的闺蜜，有什么不能和我说的？我总觉得他有事情瞒着我，他最近太过反常。小雨的泪水不停地往下淌，他抬手抹去脸上的泪痕。我真的没事。说完这句话，小雨踉跄地站起来，走进了卧室。关门的刹那，他的手机里再次传来了那诡异的铃声。小雨条件反射地僵了一下。小豪无奈地看着我，你这闺蜜怕是这里有问题。小豪指了指脑袋，我怕她会伤害你，要不我今天也留下来陪你。算了，我觉得应该要和小雨好好聊聊。小豪温柔地冲我笑笑，抬手拍了拍我的头。好的，那有事记得给我打电话。我笑着点头。小豪离开后，我的思绪一直很乱。小雨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模样？因为心里有事，
我迟迟没能入眠。突然，小雨的房间里传来了一声金属落地的响动，一个不好的念头在我的脑海里徘徊。我猛地坐起身，直奔小雨的卧室。眼前的景象不禁让我脊背发凉。幽暗的灯光下，小雨歪着头倒在床边，她的脸色苍白，嘴角还噙着一抹诡异的笑容，手腕上有一条长长的伤口，血顺着伤口淌下来，一滴滴溅在地板上。我吓得差点惊叫出声，颤抖着双手拨通了急救电话。很快，小雨就被推进了急诊。庆幸的是，因为送医及时，小雨并没有生命危险。看着病床上的闺蜜，我不由得心疼起来。究竟是什么导致曾经天真乐观的小雨变成了这样？可是我该怎么帮她呢？小雨出院后，我一直陪着她，和她睡在一个房间。一天清晨，那熟悉又诡异的铃声再次响起。小雨还在睡梦中，并没有听到铃声。为了解开心中的谜底，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小雨的手机。今天我们玩个好玩的，你把头发全剃了。看着这条信息，我震惊不已。除了这条刚刚发来的信息，上面还记录了之前小雨所做的每一件怪事：地铁站里的屈辱，以及半夜照镜子、大口吃牙膏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原来都是受人威胁。我很快注意到发消息人的头像，让我莫名有种熟悉感。原本我并不想相信，直到打开了他的朋友圈，竟然真的是小豪。我顿时感到脊背发凉，用力地推醒小雨。当他看到我手上的手机时，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。小莫，我其实没想瞒着你。他说如果我敢告诉你，他就也对你下手。这一刻，我终于知道这段时间小雨到底在承受什么。我也终于从他的口中得知了所有的真相。原来，男友之前有一次来找我时，我并不在家。这个混蛋看到了刚洗完澡的小雨，不仅侵犯了她，还拍了她的照片，以此来威胁她。我瞬间怒火中烧，真没想到平日里憨厚老实的男友，背地里竟然做出了这么龌龊的事情。就在此时，家里的门突然被敲响，小雨吓得一个机灵，直接躲在了我的身后。我赶紧跳下床，刚打开卧室门，就看到小豪径直走了进来。你怎么会有我家钥匙？我一脸戒备地看着他，下意识地后退了2步。你是我女朋友，有你家的钥匙不是很正常吗？小豪一脸无辜地说。也对啊。我的脑子快速转动，怎么才能带着小雨快速摆脱这个恶心的男人？正在我思索时，我给你们买了早饭。小豪说着想拉我的手，我本能的用力甩开，大概是我下意识的动作出卖了自己。沉默片刻，小豪再次压低声音问：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你觉得我们该有什么事？还是说你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我怒视着反问他。小豪淡淡的叹了一口气，看来你还是都知道了。小莫，我是爱你的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我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愤怒，一巴掌甩了过去。随后小豪的脸上露出了狰狞的表情，对一旁的小雨吼道：你怎么不死呢？都是你来勾引我的！说着，小豪突然从腰间掏出一把匕首，冲着小雨走了过去。小雨吓得捂住耳朵，瘫软地蹲在地上。眼见小雨要受伤，我本能地抄起旁边的椅子，冲他后脑直接砸了几下。你个混蛋，渣男，垃圾！小豪很快便没了反应，我借机拉着小雨，疯了一般冲出门去。我们一路狂奔，直奔派出所。待警察回来的时候，小豪依旧还在地上趴着。在看着警察把小豪送上救护车时，我仿佛看到了小雨一瞬间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。半夜，一个男人站在家门口砸门，我刚想和他理论，却发现了他手里明晃晃带着血渍的刀。大学毕业后，我搬进了马几小区。这个小区的硬件不错，一个人住也很畅快。唯一让我头疼的是，楼上住着一个熊孩子和他不靠谱的爸妈。晚上，熊孩子总喜欢蹦蹦跳跳，砰砰的响动让我很是烦躁。周末在家时，楼上的响动更大，拍球声、跑步声让我连懒觉都睡不成。我上楼敲过好几次门，跟孩子父母理论，前几次都是他妈妈出现，一副和稀泥的状态。而这次我理论完后，刚想转身回家，却无意瞥到他家门后，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我被盯得有些毛毛的，这个是那熊孩子的爸爸吧？不知为何，我心里有些打鼓。回家后心里也总有些不平静。熊孩子还特别喜欢乱按电梯，群里的邻居抱怨过很多次，但是他的父母从未在群里道歉。当时我看着手机，暗暗叹了口气，想到那个爸爸的眼神，要不是他家太吵闹，我是真不想和他们有太多接触。直到前几天妈妈来我这边玩，原本我们在客厅里聊天看电视，好不惬意。突然间，楼上传来一声巨响，是重物落地的声音，紧接着一阵争吵声响起，一声比一声高，中间还夹杂着熊孩子的哭声。看着争吵的势头，一时半会儿不会停止，我的好心情一下子被破坏。
可能是妈妈在这里。我开始向她吐槽楼上扰民的种种，楼上的动静越来越大，毫无停止的意思。今天我一定要和他们好好理论一番。我做出一个撸胳膊挽袖子的动作，都是邻居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闹得太僵不好。妈妈一下子拉住我，柔声劝说。我叹了口气，认命的戴上耳机刷视频。可没过多久，一声女人的惨叫和巨大的响动，吓得我赶紧摘掉耳机。妈妈脸色煞白，伸手指了指楼上。我刚想开口询问，她却伸手做了一个虚的手势，随后迅速起身将灯关了。房间瞬间陷入了黑暗。妈，你干什么？别出声！我妈拉住了我的胳膊，隐约间她的手心汗淋淋的。我们在黑暗中沉默着，我一脸茫然，不太清楚妈妈这样做的目的。几秒钟后，楼上传来开门声，接着一阵敲门声响起。我轻手轻脚地挪到了门边，在猫眼上观望着外面的动静。楼上始终没人开门，敲门声戛然而止，接着是脚步声由远及近。急促的敲门声让我的心像打鼓一般，我慌张地捂住胸口。敲门的正是楼上的男人，只见他一只手背在身后，另一只手用力地敲着门。他面无表情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下一刻，他猛地前倾，将眼睛凑到猫眼上，用力地往里瞧。他的动作把我吓得汗都冒了出来。我赶紧缩低身子，不清楚他到底看没看到我。妈妈也走了过来，紧紧搂住我的肩膀，看得出来他也很紧张。我俩对视一眼，都没有说话。不久，男人停止了敲门，脚步声再次响起，他走向了对面那户。此时我才看清他背在身后的手上竟然有一把带血的菜刀，嫣红的鲜血顺着刀刃淌下来落在地上。我的头皮一阵发麻，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。男人开始敲门，我在心里祈祷对面邻居千万别开门。不知道对面是真没人，还是也感觉到了不对。他敲了好一会儿也没动静，男人在原地愣了一会儿，转身看了看我家门口，然后从楼梯走了上去，直到听到楼上的关门声，我才松了一口气。他的刀上有血。我颤抖着和我妈说，赶紧报警。妈妈的提醒才让我意识到此时不是发呆的时候。我手忙脚乱地拿出手机，拨打了电话，带着哭腔告知警察我的位置以及现在的情况。挂了电话，我的心依旧不能平静，无措地看着妈妈。没过多久，楼上传来响动，似乎是警察来了。先是敲门询问的声音，几分钟后就是破门的声音，紧接着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在楼上响起，随后熊孩子绝望的哭声传进我的耳朵，把爸爸妈妈还给我。没过一会儿，警察敲响了我家的房门，来找我录口供。从警察的口中得知，楼上的女人和丈夫发生了口角，已经被丈夫残忍杀害。案发时，男人把熊孩子锁在了卧室。男人挨家挨户敲门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找个垫背的，他手上的菜刀就是佐证。得知这个情况后，我不禁有些后怕，如果当时我妈没在，我直接开门了，那后果真的难以想象。